这些年我见过太多遗憾事，老人念了一辈子佛，临命终时明明现出了极好的征兆，儿女们不懂，反倒哭天抢地，乱作一团，硬生生扰了老人最后一层的清净。事后旁人跟他们说那是吉兆，是老人功德圆满的样子，他们追悔莫及。可世上哪有回头路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说穿了就是一句话，心里没底，嘴上说着信佛念佛，真到了生死关头，既认不得什么是真吉兆，也分不清什么是假意象，只能凭着本能慌慌张张，最后好心办了坏事。还有更糊涂的，老人还在病床上躺着，就到处找人算日子看时辰，花大把的钱请所谓的高人来做法，反倒把床边最该做的事给耽误了。今天我把话撂在这，念佛人临终有没有功德，能不能走得好，从来不用外人来评判，更不用花钱去求，老人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准的功德镜。真正往生有把握的人，临走前身体会出现5种吉兆，每一样都对应着不同的修行境界，全是自然而然显出来的，半点做不了假，不需要开天眼，不需要有神通。你作为守在床边的亲人，用眼睛看，用耳朵听，用手摸，就能一一对应上。这5样吉兆不是佛菩萨凭空赏赐的，是老人一句佛号，一件善事，几十年慢慢攒下来的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？好比后院有一口老井，天旱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当年这井挖得够不够深，可井是几十年前一点一点挖的，修了一辈子的心，到了临终自然会显象，这是因果，是规律，半点玄虚都没有。我今天把这5样讲出来，不是让你们拿去猎奇，拿去跟旁人攀比，是给你们心里装个定盘心，真到了那一天，别慌，别乱，别瞎折腾，认得清哪些是好征兆，知道该怎么护着老人走最后一程，比烧多少香，念多少经都管用。不过话我得说在前头，有些朋友听风就是雨，容易走极端。我告诉你们，这5样吉兆千万不能拿来算日子。你看见了某一样，不等于说人今天明天就要走，要是哪一样你一时半会没看出来，也绝对不等于他老人家这几十年白念了。人有千百种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里，也从没说过人走的时候非得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，有的身子亏得厉害，有的走得急。我今天给你们讲这5样，是为了让你们真到了那几天，心里头能有个底，遇到事了别慌神，别手忙脚乱的把该做的事情给错过了。这5样里头，第1样最容易闹乌龙，很多人见了都以为是老人病情好转，精神头回来了，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。咱们今天就先把这1样讲透，免得你们日后认错了，空欢喜一场，也白担惊一场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人要是在病床上躺了很久，特别是一些得了重病受了大罪的老人家，他那张脸上平时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告诉你们，那张脸上永远带着一股子劲。什么劲呢？那是他的身子骨在跟病痛较劲，是他的心里头在跟死神抗争，他疼啊，他难受啊，所以他不自觉的就会咬着牙，眉头紧紧地皱在一块儿，嘴角也是往下耷拉着的，哪怕是他睡着了，那股子抗拒的劲儿也卸不下来，全身的筋骨肌肉都缩在一处，脸上的肌肉硬邦邦的。老祖宗常讲相由心生，这话你们以为光是算命看相的？不是的，这是最实在的生命科学。你心里头在害怕，在抗拒，你的气机就是拧巴的，你脸上的肉也就是紧绷绷的。这就好比2个人打架，互相拽着胳膊，
谁也不敢松手，浑身的力气都憋在脸上。可是呢，要是这位念佛的老人家真到了功德圆满该走的那几天，你看吧，突然有那么一天，他脸上这股子绷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劲儿一下子散了，眉心那道深深的皱纹平了，往下坠的嘴角也松开了，整张脸看着特别舒坦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不懂行的儿女进屋一看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拍着大腿说：哎呀，我妈今天好多了，看着都有精神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绝不是病情好转了，她不是身体变好了，她是心里头彻底顺了，她不跟这副破败的身体较劲了。好转和不较劲，这是两码事。你想想，一根绷了很久的麻绳，你现在看它松软下来了，不是因为它突然变结实了，而是因为它不再两头用力拉扯了。老人家知道这具皮囊用到了头，心里头那句佛号提了起来，对这个色身不再贪恋了，那股子死撑的劲儿自然就泄了。我认识一个老太太，年轻的时候守寡，拉扯大几个孩子，做了一辈子的苦力。这老太太性格刚强得很，一辈子没跟谁低过头，喊过疼。到了晚年呢，老太太得了肺癌，一查出来就是晚期，那真是受大罪了，疼得天天在床上咬牙切齿，五官都挤在了一起，眉心中间深深挤出了一道深深的川字纹。她小女儿在床边伺候，连着3个月，天天晚上听着老太太因为骨痛而在嘴里发出的滚茶吸气声，小女儿心疼啊，自己也是连一个囫囵觉都没睡过，人瘦脱了一大圈，就这么熬着，熬到了某天清晨，小女儿跟往常一样，端着一盆温水进屋，准备给老太太擦脸，刚一走到床边，小女儿一下子愣住了，手里的毛巾都差点掉进水盆里。为什么？床上的老太太眉心那道夹得死死的川字纹突然之间没了，平平整整的整张脸上的那种痛苦扭曲全不见了，面容舒展的就像个刚睡醒的婴儿一样，安安静静地靠在枕头上。这时候老太太的大儿子刚好推门进屋，一看这情形，激动地一拍手：哎呀，妈今天这是挺过来了呀，气色大好，这坎儿算是迈过去了。妈，你等着，儿子这就上街给你买你最爱吃的烧鸡去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大儿子兴冲冲地转头就往外跑，可是老太太没搭腔，她也没喊饿，更没拦着大儿子，她只是微微转过头，看着床边端着水盆的小女儿。小女儿懂啊，她跟老母亲日夜相守熬了3个月，她太懂这眼神了。小女儿后来红着眼睛跟我说，前3个月她妈看她的时候，那眼神是从深渊般的痛苦里头往外看，带着烦躁，带着无奈，甚至带着对病痛的恨意。可是那天清晨，老太太看她的那一眼极其清澈，极其实在，老太太就那么定定地看着她，眼里头全是安宁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牵挂和恐惧。就那一眼，小女儿心如刀绞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可又觉得无比踏实。她没有去把大哥叫回来，只是默默地拧干了温热的毛巾，轻轻擦拭着母亲舒展的额头。她明白，她大哥高兴早了，母亲这不是病好了，是老人家心里头彻底放下了，他不再跟这个病痛折磨的身体做斗争了，他知道自己该回家了。3天之后，就在那个舒展的面容下，老太太极其安详地咽了最后一口气，走得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们要晓得，普通人不念佛，没有修行，到了临终撑不住的时候，脸上的肉也会松，但那叫什么？那叫他，那是油尽灯枯，是4大分散的时候，实在没有力气再挣扎了。
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瘪下去了。你去看看那种人的眼睛，眼神是闪的，是飘的，看你就像没看见你一样，浑浊得很，里头藏着深深的恐惧。可是咱们念了一辈子佛的人，他脸上表现出来的这个松，那是主动的放，这是人家几十年的修行。到了最后一刻，佛号在心里头亮着，心里的挂碍没了，怨恨没了，对死亡的恐惧也没了。这就是佛法讲的身心柔软，这种主动的放。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刚才那个小女儿看到的眼睛，这也是你们在床前辨别急躁最管用的一招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凑近了看，他虽然虚弱的说不出话，但他看你的时候眼神是定的，是真真切切在看着你，就像一盏老油灯，哪怕快要熄灭了，但那个灯罩被擦得干干净净，透出来的光是柔和的，不刺眼，也不摇晃。所以以后要是守在老人床前，看到老人原本痛苦的脸突然舒展了，眉头的结解开了，眼神定定的，你们千万别傻乎乎的跑出去满大街买烧鸡买补品，别去瞎折腾了。你要懂得，这是老人家在用他那张平静的脸告诉你，孩子们，我心里头的账算清楚了，我不疼了，我准备好要走了。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安安静静地守在旁边，在心里替他念佛，这才是大孝。这就是五大急躁里的头一样，是你用眼能看出来的。你看的是他的脸，安的是你自己的心。可是光看脸还不够，紧接着这第二样急躁你连眼睛都不用睁，只要你推开那扇阀门，深吸一口气，立马就能知道。你们要晓得，久卧病榻的那个房间里，除了咱们刚才讲的脸上那股子苦相，还有一样东西是最瞒不住人的。只要你进去过，你这辈子都忘不了什么东西，就是那股子味道。哪怕窗户开着缝，哪怕家里人一天给老人擦洗3、4遍，屋子里还是常年罩着一股闷闷的沉沉的浑浊气味，那是常年熬药的苦味，排泄物的味，还有人老了之后身上那股特有的老人味混杂在一起的。很多做儿女的天天在床前伺候，自己都不觉得了，但是外人一推门，立马就能闻见。我跟你们讲，闻见这股味道，千万不要嫌弃，更不要觉得是自己卫生没打扫干净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老祖宗的医学早就讲透了。人得了重病，5脏6腑的功能坏了，身体里头那些淤堵的坏死的东西它排不出去排不出去怎么办？它就顺着人的汗毛孔，顺着呼吸一点一点的往外散。那股子难闻的味道根本不是因为脏，那是老人家的身体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是生命力在衰败时向外挥发出来的浊气。可是某一天你推门进去，你会突然发现屋子里那股刺鼻的让人透不过气的浊味变淡了，不是因为你今天换了新床单，也不是因为你点了什么熏香，它就是凭空的淡下去了。很多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外面有些人把这个事吹得神乎其神。他们怎么讲呢？说哎呀，某某修行人往生的时候，满屋子异香扑鼻，好像百花齐放一样，那香气3天3夜都不散，连隔壁村都闻得到。我告诉你们，胡说八道，这不是佛法，这是在忽悠人。你要是信了这个，到了你家老人临走的时候，你天天伸着鼻子在屋里闻，闻不到那种玄乎的异香，你心里就得打鼓。哎呀，我妈是不是没念好怎么没香味呢？这就叫执着，这就叫愚痴。真正实实在在的急躁根本没那么玄乎，
你只要闻到那股子臭味浊味没有了，散了，这就已经是天大的吉兆了。有的念佛念得极其清净的老人家，屋里不光是没有浊味，还会透出一种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清气，就像深山里头秋风刮过一样的清冽味道，闻着让人心里头特别安稳。为什么？味儿会没？佛法讲得很清楚，咱们普通人活着，每天都在往外散发贪嗔痴，心是向外跑的，气也是向外漏的，病重的时候更是控制不住的往外散浊气。但是念了一辈子佛的人，几十年的功夫不是白费的，到了最后关头，他心里头的念头全都收拢了，全都在那一句佛号上了，心收住了，气机也就跟着往里收了，身子不再向外排斥，不再往外扔那些乱七八糟的废气了，身体里头的烂账他已经清算完了，浊气退干净了，留下的自然就是干干净净的清明。1000多年前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，你们都知道吧？白居易晚年是虔诚学佛的，他身边有一批一起修行的道友，其中有一位老居士，一辈子修持得很严谨。到了晚年，这位老居士病倒了，他得的是什么病呢？脾胃全坏了。咱们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，脾胃一坏，吃什么吐什么，身体里的食物全稳在肚子里发酵。所以那大半年里，老居士躺在床上，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极其刺鼻的酸腐味。家里给他配了个小书童，天天在床前伺候擦洗换药。那味道冲的小书童有时候进屋都得憋着气，小书童心里也犯嘀咕，老爷子修了一辈子，怎么老了受这个罪，连个清净身都没落下，就这么熬着。直到老居士圆寂的前夕，那天清晨，天还没怎么大亮，小书童按照往常的规矩，端着一盆刚烧热的水，打着哈欠去推老居士的房门。这木门吱呀一声推开，小书童一只脚刚迈进门槛，整个人就定在那里不动了。他愣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平时只要一推门，那股子冲鼻子的酸腐味肯定扑面而来。可是今天门开了，迎面扑来的却是一股极其干净清冷的空气，没有酸味，没有腐臭，连平时熬药的那股子苦涩味都闻不到了。屋子里干干净净，空气清透的让人心里头猛地一静。小书童毕竟年纪小，他当时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而是害怕。他心想，完了，味道没了，这人肯定是已经咽气了，死透了才没味儿的。他慌慌张张地把水盆往地上一搁，连滚带爬地冲到床前，趴下去看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老居士安安稳稳地靠在软榻上，人好好的，没走。不仅没走，老居士听见动静，还微微地睁开了眼睛。老居士看着惊慌失措的小书童，一点也没生气，他脸上毫无病痛的扭曲，眼神特别亮，特别定。老居士就这么看着伺候了自己大半年的小书童，嘴角微微往上一牵，极其清亮，极其柔和地笑了一下。就这一笑，老居士慢慢地闭上眼睛，头往旁边一歪，断气了。事后懂行的高人来帮着收敛，听书童说了清早闻味道的事，高人点着头说，你家老爷子这是真修到家了啊，那股子酸腐味是这具皮囊在向外倒垃圾，如今味儿没了，说明他老人家该还的债全还清了，一丝一毫的牵挂都不往外漏了，那是浊气退尽，清明现前啊。你们想想看，老居士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样东西，不是一屋子的臭气，而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笑脸和一屋子干干净净的空气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他老人家自己修来的福报。
也是给守在旁边的人最好的交代。所以啊，做儿女的真到了那几天，你多留点心。你一推门，要是发现屋子里的怪味没了，你别慌，也别急着哭，你要在心里头替老人家高兴，这是人家放下了，是好事。讲到这里，眼睛看的，鼻子闻的，我都给你们交代清楚了。可是接下来的第三样急躁才是最要命的。为什么说要命？因为这第三样得用你们的耳朵去听，而且这第三样极容易被人认错。10家人里头恨不得有9家人会把它认成是回光返照。我跟你们讲，认错这一个，家里的儿女一顿瞎嚎乱叫，能把老人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那点清净气场给彻底搅碎了。第3章已生成，接下来是第4章，是否继续？咱们接着往下说。刚才讲了闻味道，这都是你们稍微一留心就能发现的。现在我要讲的这第3样急躁，全靠你们的耳朵去听。我跟你们讲，在5样急躁里头，这是最容易闹大笑话，也是最容易坏事的一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很多人一听见病床上迷糊了好几天的老人突然之间开口说话了，而且口齿十分清楚，很多做儿女的第一反应，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4个字：回光返照。一想到这4个字，魂儿都吓飞了，当场就哭天抢地，觉得老人马上就要不行了。你们要晓得，回光返照和临终急躁，表面上看都是人突然精神了，清楚了，可是骨子里头的契机和因果，那是天差地别的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看一个人走得好不好，不是光看他清不清楚，你要看他的那个劲头。什么劲头？就2个字，一个是亢，一个是静。什么是亢？亢就是虚火上升，是不正常的兴奋。这就好比一盏老油灯，里头的油都熬干了，就在快要彻底熄灭的那一瞬间，灯芯轰地一下，爆出一团特别亮的火光，那个亮是吓人的，是把5脏6腑最后那点元气一把火烧干净了。这个时候的老人，他不仅清楚，他还特别急躁，他精神旺得反常，平时连翻身都翻不动，这时候忽然非要自己坐起来，平时喝口水都吐，这时候忽然吵着非要吃烤鸭，吃红烧肉，甚至力气大的出奇，一把就能把你推开。你去听他嘴里说出的话，多半是什么？全是旧账，是没了的冤亲债主。他会跟你急赤白脸的算，某年某月某人借了家里多少钱没还，当年自己受了亲戚多大的委屈，满脑子都是没完没了的恩怨情仇。你再去看看他的眼睛，那种回光返照的眼睛，亮得发直发僵，他看着你的时候，那个眼神没有落在你身上，好像穿透了你，看的是虚空里头那些让他放不下的执念。我告诉你们，这种亢绝对撑不了几个时辰，元气一爆完，这股火一灭，人马上急转直下，撒手人寰。那临终急躁的忽然清楚是什么样呢？它是静，它不是元气爆发出来的火，它是心里头遮挡着的那层无明烦恼彻底撤掉了，心放下了，人自然就清明了。这就好比一间黑屋子，回光返照是有人在里头点了一把邪火，越烧越短，而急躁呢，是有人把窗帘轻轻拉开了，外头的自然光透进来了，它亮了，就一直安安稳稳地亮着。有个做大生意的老板，他老父亲是个实在人，在家老老实实念了20多年的佛，最后那阵子老父亲病重，在床上迷迷糊糊躺了好些天了，这儿子也是个孝子，外头的生意全扔了，急匆匆赶回来，天天守在老爷子床前。到了某天下午，
屋子里本来静悄悄的，老父亲忽然睁开了眼睛，不但清醒了，还转过头看着床边的儿子，开口说话了。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字字句句都很清楚。这老板儿子一看，脑子里嗡的一下就炸了。他听外头人说过啊，人在临死前都会有回光返照。他一看老爹几天不说话，突然这么清楚，当场眼泪就决堤了，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他扑通一下扑到床沿上，死死抱住老爹的胳膊，一边摇晃一边嚎啕大哭。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别走啊！一屋子原本安安静静平平和和的气场，被他这一嗓子嚎的是乱七八糟。他老父亲被他这么抓着摇着，脸上没有丝毫的烦躁，只是极其定定地看着他，眼神里全都是平和。老先生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慢慢的极慢极静地吐出一句话：你哭什么？这老板儿子满脸是泪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。老父亲看他不说话，也没急，闭上眼睛歇了足足有5-6分钟，积攒了一点气力，又缓缓开口，开始交代事情。他说：你妈的降压药放在第2个抽屉里，千万别给它断了。咱们老家的房本在老柜子最底下那个铁盒里。还有，你妹妹那个人脾气急，你以后做大哥的要多让着他点。老先生就是这样，说一句就要闭着眼睛歇上好几分钟，根本没有那种鸡翅白脸，生怕来不及交代的样子。前前后后说了大概20分钟，把该说的话都交代清楚了。老先生就不再言语了，安安静静的闭目养神。这儿子当时守了一夜，心惊肉跳的，死盯着墙上的挂钟，以为老爹半夜肯定要走。结果呢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第2天早上，老父亲不但没走，还睁开眼喝了2口温水，看着非常安稳。老先生就这样平平稳稳的又过了4天，才在睡梦中平静的走了。后来办完后事，这儿子回想起来这整个过程，后悔的直捶胸口。他跟我讲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那天下午老爷子刚醒过来时，我扑上去那一通嚎丧。我要是不哭那一下，不搅乱老爷子的心神，他老人家那么安生，肯定还能多跟我说好几句贴心话。你们听到没有？这就是不懂里头契机和因果的下场，吃了大亏啊！你们想过没有？念佛的人为什么到了最后能有这种极致的静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他这几十年日复一日的念那一嘴的佛号，不是为了求发大财求当大官，他是拿着佛号当磨刀石，一点一点把心里头那些翻来覆去的贪欲、愚痴、怨恨全给磨平了。到了这最后几天，人家心里头根本没有那么多没了的账要去算，没有什么怨恨非要发泄出来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心无挂碍。因为无挂碍，所以人自然是静的。他老人家是在一样一样的把手里的执念放下。你们要晓得，把人世间的东西真正放下，那是需要极深的功夫的，是极其从容的，急不得，更吵不得。所以这第3样急躁，对你们守在床前的人来说，不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，这是你必须学会的真本事。你如果分辨不清亢和静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你会记一辈子，甚至内疚一辈子。你仔细想想，如果老人家明明是心放下了，交代后事的急躁，你却非认成了回光返照，家里人当场就慌了神，呼啦啦全围上来哭。你摇他，我叫他，争着抢着要跟他说话，一屋子的兵荒马乱，正好就把老人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那点清净气场，硬生生的给搅和散了。这不是大不孝是什么？反过来，
如果老人家真的是虚火上升的回光返照，你却当成了吉兆，甚至当成了病情好转，家里人松了一口气，心想没事了，该请的亲人没请来，该留守的人出去办事了。等到几个时辰之后，病情急转直下，一屋子的人都不在跟前，老人家带着一肚子的幽怨和孤单走了，你们将来怎么面对自己的良心？所以这第三样是全篇最要紧的眼，你们千万给我记住了，看清楚老人家的劲头，如果是亢，是急躁，是翻旧账，那是回光返照；如果是静，是安稳，是轻声慢语的交代你该照顾谁，东西放在哪，那是他老人家修来的大吉兆，人家这是在跟你做最后最体面的告别。讲到这里，这4样有3样都在身上表现出来了，可是光看光闻光听，有时候隔着距离，你心里头还是不踏实。这第4样吉兆，你必须要亲自动手去摸，而且还得摸对地方。这第4样最实打实，最不容易骗人。你想想看，脸上的表情，你稍微离得远一点，或者光线暗一点，你可能就看错了。屋里头的味道，你要是刚好这几天感冒了，鼻子不通气，你也可能闻不准。他说的话，哪怕你听清了，但你这时候脑子里一团乱麻，一激动，说不定就把意识给领会偏了。但是你这双手伸过去，摸到了就是摸到了，全凭触觉，做不了假。你们要晓得，人到了临终的那一刻，老祖宗的医学也好，佛法也好，讲的都很清楚，人身上的这口气不是一下子全没的，它是一寸一寸往回退的。这气往回退到哪，人身体的哪个部位就先凉下去，紧接着就僵硬起来。大家伸出手来看看，咱们的手脚是不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？所以这气机一开始败退，最先凉下来的往往就是四肢末端。你去看看那些平时不念佛不修心，到了最后时刻心里头带着极大恐惧，或者带着深深的不甘心走的人，他们这口气退得特别急，特别乱，人还没彻底断气呢，你一摸他那2只手，早就冰凉冰凉的了。不光是凉，10根指头往往还硬邦邦的抠着，有的攥着拳头，有的死死抠着床单。我告诉你们，那叫什么？那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挣扎，那是浑身的筋骨在抢着收缩，说明他心里头在极度的害怕所以他本能的想要抓住点什么。这种带着极度恐慌走的人，手里头全是冷汗，全是僵硬。可是咱们那些念佛念到有真功夫，心里头彻底放下的老人家，他走的时候，这气机退的是极慢极稳的。你这时候要是大着胆子去握住他的手，你会非常惊讶地发现，他这手一点都不僵，不但软乎乎的，甚至还能摸到一股子温热的暖意。软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筋骨没有因为恐惧而发生痉挛收缩，他彻底放松了。温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身体里的气机还在安安稳稳，平平顺顺的运转，没有一下子溃散败退。软和温这2样加在一起，就说明了一个天大的好事。他一点都不害怕，他心里头那盏灯亮着呢，他知道自己要去哪儿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1000多年前的唐朝，有一户极其普通的人家，这家人姓庞，咱们后人都尊称那位父亲一句庞居士。庞居士一家子，包括他老婆1儿1女，谁也没出家当和尚尼姑，一家4口就是在家老老实实过日子，老老实实念佛修心。他有个女儿叫林兆，这姑娘打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干粗活，平时就靠编竹筐卖竹器为生。
过的是粗茶淡饭的苦日子，但这姑娘心里头特别干净，从来不抱怨。到了灵照姑娘该走的那一天，一点都没有什么呼天抢地的动静，也没惊动街坊四邻，她就是自己洗漱干净了，安安稳稳地盘腿坐在那个破旧的蒲团上，眼睛微微闭着，就像平时打坐念佛一样，连一声哎呦都没喊，就这么静悄悄地安然而逝了。庞居士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头明镜似的，他知道女儿这是功德圆满了。老父亲慢慢走到女儿跟前，伸出手轻轻握住了女儿的那只手。你们猜庞居士摸到了什么？他后来跟人讲，女儿虽然已经断了气，但那只手摸上去柔弱无骨，就跟刚出生的婴儿的手一样软和，而且手心里透着一股子温润的暖意，就跟活着睡着了一模一样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灵照姑娘走得极其坦荡，连一丝一毫拽着这个世间不放的念头都没有，身心柔软到了极点。没过多久，庞居士自己也到了该走的时候了。那天当地的一位州官非常敬重庞居士的为人，特意到家里来看望他。两人正坐着聊着天呢，庞居士忽然觉得时候到了，心念一转，他就顺势那么一躺，把头枕在了这位州官的膝盖上，嘴角带着平和的笑意，闭上眼睛，这就咽了气了。这位州官当时吓了一大跳，这好端端说着话怎么就没气了呢？可是等他壮起胆子去碰庞居士的胳膊和双手时，他整个人都被震撼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庞居士的四肢非但没有变成死人的那种冰冷僵硬，反而全是柔软温暖的，就像一盆埋得极好留着暗火的冬日炭盆。一夜过去了，外壳摸上去还是温热的。这位州官这辈子走南闯北，见过多少生生死死，他从来没见过走得这么从容，这么没有挂碍的人。就这一次彻底把他给度化了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老百姓常说十指连心啊，手是你最能直接触摸到他心境的地方。脸会哄人，话有时候也会哄人，但这双手绝对不会。你摸上去是软的，是温的，那就证明他老人家走的时候心里头没有恐怖，没有颠倒，安生得很。所以啊，我常常讲，真到了家里的老人家最后那几天，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到底该怎么尽孝？你能替他分担身上那一阵阵的疼吗？你分担不了。你唯一能做的也是这几天里最要紧的一件事，就是搬把椅子坐在床边，别嫌脏，别嫌累，更别害怕，把老人家那只瘦骨嶙峋的手紧紧地握在你自己手里。你握着他的手，就是在用你身上的活人气血给他传递一份极大的安心。你是在告诉他，爸妈，儿子在跟前呢，闺女在跟前呢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您什么都不用牵挂，千万别害怕。而且就在你一直握着这双手的时候，老人家这第四样吉兆你自己亲手就摸到了。你摸着老人的手还是软的，还是温的，你自己的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是不是也就跟着踏实下来了？当然了，话我必须得往回说一点，我前面讲了，个人有个人的因果，个人有个人的走法。要是你们去摸老人的手，发现有点凉了，有些僵了，千万别觉得自己造了什么大孽，或者断定老人家这几十年念佛全都白念了，千万别这么想。有的人病得太久，缠绵病榻几年，身子骨早就亏空得厉害了，气血根本就打不到手上去，那手发凉发僵也是自然规律。这5样吉兆，只要老人家能占上2、3样，就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福报了。咱们做晚辈的绝不能拿着死板的尺子去应量，那就成了不孝了。
讲到这里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前4样吉兆全都是出在将走的那个人身上，是用你们的眼睛看，鼻子闻，耳朵听，双手摸来确认的。可是这最玄妙，最深不可测，也是最能让你们家里人彻底定下心来的第5样吉兆，它根本就不在老人身上。有很多做儿女的，在这最后1样吉兆出现的时候，不但不觉得是好事，反而会狠狠地扇自己耳光，躲在院子里嚎啕大哭，觉得自己大逆不道。因为这最后1样吉兆是结结实实出在你们这些守在床边的人身上的。你们想一想，家里如果有个常年卧床的重病人，负责伺候的那个家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？那真是白天黑夜连轴转，最要命的还不是身体上的累，是心里头那份熬煎。这几年，这几个月，你这颗心就一直悬在嗓子眼上，你天天都在提心吊胆，生怕自己一个打盹，老人家咽气的时候自己不在跟前，落下一辈子的遗憾和不孝的骂名。这根弦绷得太紧了。可是就在老人家即将走的那几天，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你明明还是坐在那张旧椅子上，手里明明还是握着老人家的手，周围的一切明明什么都没变，但你心里头那个一直疯狂打转，一直揪着的弦，突然之间啪的一下不见了。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？不是你麻木了，也不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认命，而是一种极其深沉、极其透彻的静。你忽然就不慌了，你甚至连对死亡的恐惧都没有了。你看着床上的老人家，心里头觉得出奇的安稳和踏实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一下的静就是第5样大吉兆，而且这是5样吉兆里最核心、最能让你定心的一样。可是啊，很多做儿女的、做媳妇的，当这股子极其安宁的感觉涌上心头的时候，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而是深深的恐惧和自责。他们脑子里会冒出一个特别可怕的念头：我是不是太冷血了？我是不是照顾烦了？心里头其实在盼着老人家早点走，好早点解脱啊。为了这个念头，很多人会羞愧得无地自容，觉得自己大逆不道，甚至躲出去偷偷抽自己大嘴巴子，痛哭一场。我今天必须把这个天大的误会给你们解开。你们要晓得，你心里的那份宁静，绝对不是从你自己的自私和冷血里冒出来的，那个静是从病床上那个老人家身上实打实传导到你身上的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老百姓常讲母子连心，气场相通，特别是至亲之间，或者你天天贴身伺候他，你们俩的气场早就连在一块儿了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？好比咱们2个人一起抬着一个极重的大木箱子，你在这头，他在那头，你为什么一直死死咬着牙，绷着劲儿不敢松手？因为你怕箱子砸了呀。可是如果他在那一头已经把箱子安安稳稳地放在了地上，放平了，放实了，你不用回头去看他，你手上的重量瞬间就没了，你这头自然而然就松开了。一样的道理啊，老人家在生死关头，他那头的恩怨轻了，痛苦没了，对世间的执念彻底放下了，他的心真真正正的放稳了。你作为跟他气场连得最紧的那个人，你这头接收到了这个信号，你的心自然就不揪了。你是接到了他的信儿，不是你变坏了。有一个做儿媳妇的，她婆婆中风瘫痪在床整整2年，这2婆媳啊，一辈子性格都比较闷，关系说不上坏，但也说不上多亲密，属于那种淡淡的关系，这辈子也没坐在一起说过几句知心话。婆婆瘫了之后，
儿子在外头打工挣钱，全靠这个儿媳妇在家里伺候。这儿媳妇是个老实人，她怕自己伺候得不够好，怕婆婆身上长疮，怕外头的街坊邻居戳她的脊梁骨，说她不孝顺老人。到了婆婆最后那阵子，这儿媳妇几乎连觉都不敢睡，白天黑夜的守在床边，整个人熬得瘦了一大圈。有一天下午，天气很好，日头顺着窗户照进来，儿媳妇刚打来一盆温水，用那块洗得发白的毛巾细细地把婆婆的手指缝都擦干净了。擦完之后，她实在太累了，就靠在床边的矮凳上打了个盹儿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突然惊醒了，屋子里极静，只有挂钟在走。她猛地一下子坐直了身子，第一反应是去看婆婆的胸口还在不在起伏，婆婆还在喘气，只是很微弱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这儿媳妇忽然发现自己心里头那根紧绷了2年的弦不见了，那种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她的焦虑恐慌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像一汪秋水一样的平静。她当时吓坏了，她盯着婆婆那张平静的脸，脑子里蹦出了那个可怕的念头：我是不是盼着她走？我是不是觉得她是个累赘，巴不得她今天就走？这老实的儿媳妇被自己这个念头吓得浑身发抖，她冲出屋子，蹲在地上狠狠地抽了自己2个耳光，压抑着声音嚎啕大哭。她觉得对不起婆婆，觉得自己是个没良心的畜生。正哭着，隔壁一位常年念佛的老居士听见动静，推门进来了。老人家问他怎么了，他抽抽搭搭的把心里这个龌龊的念头说了。老居士听完没骂他，只是轻声问了一句：丫头，你别哭，你告诉我，你刚才看你婆婆她是个什么样子？儿媳妇抹着眼泪回忆说，睡得挺沉的，脸上的皱纹好像都开了，看着挺顺眼的，刚才给她擦手，手也是软绵绵的。老居士一听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拍了拍儿媳妇的肩膀，说：好孩子，你错怪你自己了，那绝对不是你麻木了，那是你婆婆那头彻底放下了，你这头才松得开啊。老居士指着屋里说：你们婆媳俩这辈子虽然没说过几句热乎话，可是老太太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她临走之前知道你这2年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吃了天大的苦，她没力气开口夸你了。她是用这种法子把她心里头那点干干净净的静气传给了你。她是在跟你说，孩子，你辛苦了，我这头安顿好了，你别害怕，都够了。听完这话，儿媳妇蹲在地上哭得更大声了，但这一次不是因为羞愧，是因为彻底的释怀，是对婆婆的感恩。3天之后，婆婆在睡梦中极其安详地走了。这儿媳妇后来跟人讲，就在婆婆走前的那3天，她这2年来第一次趴在床边睡了几个无比安稳的整觉。你们听懂了吗？这就是气场的传递，这就是心念的力量。现在咱们回过头来，把这5样吉兆连在一起看一看，你们发现里头的天机没有？头一样，苦相退了，你用什么知道的？在你的眼里是你看见的。第2样，味道转轻了，在你的鼻里是你闻见的。第3样，说话极静极慢，在你的耳里是你听见的。第4样，手软手温，在你的手上是你摸到的，这是身。第5样，你心里的那根弦松了，在你的心里这是意眼耳鼻身。意，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这是人的5根啊！你们以为老人家躺在床上，是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在单方面的观察他、检验他吗？全错了。
是他老人家念了一辈子佛，修了一辈子的心，到了这最后几天，连身体都做不了主的时候，他用尽了这一生攒下来的清净功德，拿你的这5根一样一样的来告诉你，来点化你。他在用你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手掌和你自己的心给你发最后的回话。他是在告诉你，孩子们，我这辈子念佛没白念，我的路走通了，我很好，你们也要好好的。这是何等的大慈悲，这是老人家给这个家上的最后一堂，也是最伟大的一堂佛法大课啊！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跟你们强调，真到了那几天，千万不能光顾着一帮人围在那里嚎啕大哭。你想想看，你一哭，眼睛肿了、花了，老人的面相你看不清了，你一哭，鼻子堵了，屋里什么味道你也闻不出来了，你一哭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老人家最后交代的金玉良言你听不见了，你一哭，浑身发抖，老人家的手是软是硬你也摸不准了，你一哭，心里头全乱了，老人家传递给你的那份静气你根本接不住，你的眼、耳、鼻、身一全被眼泪和恐慌给搅和乱了，老人家留给你的这5样大宝贝你就全错过了，那才叫真可悲。当然了，话再说回来，人有千百种，每个人的业力深浅不一样，这5样急躁，有的人占了2、3样，有的人只占了1样，那都是极好的，哪怕1样都没占上。老人家因为身体的病痛走得很急，你也绝不能说人家一辈子就白修了。佛法无边，往生极乐的法门多得很，个人有个人的因缘，咱们做晚辈的千万不要拿这5条去给人下判词。既然这5样急躁这么要紧，你们也都听明白了，那接下来真到了家里的老人走到了这最后一步，在床前伺候的你到底该怎么做？我告诉你们，千万别慌，有5件事你必须得做，有4件事你打死也不能做。这2张单子你得在心里头背得滚瓜烂熟。咱们先说这5件必须做的事。头一件就是我前面反复讲的，手千万不要撒开。这几天老人家可能连饭都咽不下了，水也喝不进了，你能替他做的事真的已经不多了，握着他的手是最实在最管用的一件事。你想想看，人到了临终，身体越来越虚，他觉得四周黑咕隆咚的，像是在一个人走夜路孤独啊。这时候你的手紧紧握着他的手，就是给他一个活生生的依靠，是在给他心里头打底气。你别嫌老人的手皮包骨头，你握紧了，老人家心里头就稳当了。第二件，说话要慢，要说完整的句子。很多人不懂这个，到了床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说话又快又碎，东扯一句西扯一句。你们要晓得，老人家这几天身体机能都在衰退，听力虽然还在，但他脑子里转得慢了，你语速一快，他根本反应不过来你在讲什么，光听见耳边嗡嗡嗡的响，这不是折磨人吗？所以你凑近他耳边慢慢的说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清楚，他听得见，只是他没力气回应你罢了。第三件，你要跟老人家说的话千言万语，其实归结起来就这3样：放心、谢颂。什么是放心？你得告诉他，爸妈，家里的事您全都不用挂念了，您什么心都别操了，这就叫斩断他的牵挂。什么是谢？你的实实在在的感恩，这辈子谢谢您了，您为了这个家吃了天大的苦，我们这辈子做您的儿女很知足，这叫解开他的委屈。什么是颂？这最要紧。你要说
您只管高高兴兴地往前走，奔着亮光去，咱们全家都好好的，您千万别回头。第4件，屋里头留一个声音就够了，家里亲戚多，大家轮流来守着，这可以理解，但是屋子里千万不能七嘴八舌，念佛也好，陪老人家说话也好，一次只能有一个人开口，保持一个声音。你要是叽叽喳喳的，这个喊大伯，那个喊爷爷，一屋子乱哄哄的，老人家的心神全给搅乱了。第5件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病房里的窗户，哪怕是大冬天，你也要稍微开一条细细的缝。为什么？佛法讲得很清楚，气机要有出入，不管是老人家呼出来的浊气，还是最后要闪走的那点精气神，你得给人家留个出口。屋子闷得死死的，气场不流通，对你和他都不好。该做的这5件事记住了，咱们再来说说那4件打死也不能做的事。头1件就是围上去哭，甚至去摇晃老人家，大声叫他。你们要晓得，老人家到了最后几天，4大即将分离，身体就像一片快要掉下来的枯叶，极其脆弱，他好不容易攒起来的一点劲气，全靠安稳在养着。你这一哭一摇，对于老人家来说，那简直就像是狂风骤雨一样，直接就把他心里的清净给搅碎了。你要是实在憋不住想哭，捂着嘴走到院子里去哭，把眼泪擦干了，再进这间屋子。第2件，绝对不能在老人家耳边提阳间的旧账。有些人真是糊涂到了极点，老人家快不行了，他凑过去说，妈，存折密码到底是多少？或者说，爸，那谁谁谁今天借口有事又没来看你，你提这些干什么？他听得见，可是这几天他听见什么，他心里头就带着什么走。你让他带着钱的牵挂走，还是带着对亲戚的怨恨走？你这是在给他往生极乐世界铺路，还是在给他挖坑？阳间的烂账，等老人家走了，你们活人自己慢慢算，绝不能拿来污染老人最后的心境。第3件，不要急着请这个请那个，让屋子里进进出出全是人。有的家庭为了讲排场，觉得这时候不来几十号人就显得老人不风光。人一多，每个人的气场不一样，有带着悲伤的，有带着好奇的，有带着着急的，气机一下子就杂了。老人家这时候需要的是极度干净平稳的气场。真正懂行的人家，最后几天除了最亲近能在床前念佛伺候的几个儿女、闲杂人等，一律挡在门外。第4件就是我前面给你们讲过的那个变法表，千万别把老人家第3样急躁神志清明当成了回光返照，然后自己吓破了胆。你一旦慌了神，该做的事不做了，该握的手撒开了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一定要看清楚那个尽头，亢奋的是回光，安静平和的是急躁。讲完了这该做和不该做的，最后我还要给你们画2条死规矩，这是红线，任何人都不许碰。第1条红线，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这5样急躁，是让你们心里有底的，绝对不是拿来给你们算日子，更不是拿来给自家老人打分的。有的人听风就是雨，看完以后天天盯着老人看，哎呀，怎么我妈苦相还没退？哎呀，这手怎么有点凉了？是不是我妈没念好？你要是抱着这种去验货，去评个高低的心态去守床，那你今天听我讲这一趟，算是彻底白听了。你要晓得，佛法大慈大悲，没有哪本经书上规定老人家走的时候必须按着1个模子来，身子亏的，走得急的，哪怕这5样全都没显出来，也绝对不等于他这几十年的佛号白念了。
你拿这5样去给自家老人打分，那就是对老人最大的不敬。第2条红线，绝对不许当着老人家面对照这5样，更不许当面说给他听。你看出了苦相退了，你闻出了屋里味道轻了，你心里头有数，踏实了就行了。千万别傻乎乎地凑到老人家耳朵边上说，妈，我看您脸上那条皱纹没了，您这是急躁啊，您再让儿子摸摸手，哟，还是热的，您修得真好啊。你一说这话，老人家的心念唰的一下就动了，他就会去分别我修得好不好，我有没有急躁，这一分别心就乱了，清净气就跑了。老人家在这个时候要的是绝对的安生，他不需要被家里人像看稀奇一样一样的去检验。咱们把这5样急躁还有这些个该做不该做的规矩全给你们捋清楚了，你们以为听懂了这些仅仅是为了以后去给长辈送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只把眼光盯在临终那几天，那你们的格局就太小了。这5样急躁其实根本就不是等到人快死的时候才有的，这5样东西你现在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照一照你自己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人平常在生活中，他那口气到底是往里收的还是往外散的？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破口大骂，满腹牢骚，天天跟身边的人斤斤计较，这叫气往外散，散了一辈子，到了最后关头气机溃败，那些苦相、臭味、执念全都会找上门来。相反，一个懂得在日常生活中修心念佛的人，他的气是往里收的。你想想，他平时不跟人起争执，面相是不是一直很平和很柔顺？这不就是第1样急躁里的苦相退了吗？他注重内心的干净，不去招惹那些乌七八糟的是非，家里头干干净净，没有那种怨天尤人的酸腐气，这不就是第2样急躁里的污渍转清吗？他遇事不急不躁，说话永远是慢慢吞吞，清清楚楚，这不就是第3样急躁里的神志清明吗？他对人厚道，不管谁遇到难处，他都愿意伸出温暖的手去拉一把，这不就是第4样里的手软手温吗？他一辈子安分守己，遇到天大的困难，心里头都有个主心骨，稳如泰山，这不就是第5样急躁里心里的那份静吗？所以啊，这5样宝贝咱们活着的时候就能拥有，根本用不着等到咽气的那一天才去临时抱佛脚。咱们常说井是几十年前挖的，水是那一天大旱时才喝的，可这挖井的功夫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。哪怕你今天听了这番话，从今天开始老老实实念佛，老老实实管住自己的心念，那也是在给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点一点地攒下大本钱。好了，今天咱们把这生死大事掰开了揉碎了讲了这么多，我知道咱们很多老朋友年纪大了，听着听着前面的可能就忘了，我在这里最后给你们啰嗦一遍，你们千万要在心里头刻下印子，真到了那几天，打死别做的事有4件，绝对别围着床哭天抹泪，别去拼命摇晃老人家，绝对别在床前算那些谁欠了谁钱的阳间账，千万别让乱七八糟的亲戚挤满一屋子，还有千万别把老人家回光返照的亢奋错当成了急躁，自己瞎高兴一场。你要实打实去做的事是什么？搬把椅子，安安静静地守在床边，死死握住老人家的手，别嫌凉，别嫌脏，屋里头留一个人的声音，留一条透气的门窗缝，然后凑近老人家耳边，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告诉他3句话：爸妈，家里都挺好的，您放心，谢谢您这辈子的恩情，
您大胆地往前走，往光亮的地方走，千万别回头，就这几步，你只要照着做，老人家走得安稳体面，你们家将来的家运也就稳当了。你们要晓得，今天讲的这些绝对不是什么消遣的闲话，这是关乎到咱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生死交关的大事。在这个世上，不知有多少孝顺儿女就因为不懂这个契机因果的道理，在最后关头做错了事，硬生生搅和了老人的清净，自己也落下了半辈子的悔恨。我希望大家，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请你动动手指，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，发给你的亲戚朋友，发给那些家里有老人的年轻人。你别以为这只是凑个热闹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一次转发就是救人一命，护人一运。别人因为看了你转发的视频，在老人临终时少犯了一个忌讳，老人家得了安稳，这份天大的功德全记在你的账上。老祖宗常讲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你这就是用实际行动在修福啊，是真正的大布施，功德无量。所以大家动动手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咱们相聚在这里就是天大的缘分。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，你可以打上一句愿家宅平安，老人安康，或者打上愿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文字是有力量的，念头是有极其巨大的能量的，咱们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，那个能量场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。你在这儿写下的每一句善言，这股纯善的念力最终全都会化作福报，实打实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子孙后代身上。